你无法想象，中国最有钱的城市上海，连公务员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曾经被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，如今却爆出财政黑洞，这不仅是一个地方财政的问题，更像是整个中国经济病入膏肓的写照。经济萎缩，工厂倒闭，外资逃离，失业潮翻滚，一连串令人心惊胆战的数字与事实，正在揭开一个时代的伤疤。工人全走了，我朋友3栋公寓现在都空着，他600万的投资打了水漂。上海一律师讲述的这则案例，简直是中国制造业全面衰退的缩影。故事发生在曾经辉煌一时的上海松江区，这里是上海的第一工业区，是无数制造企业的栖息地。但现在厂房一个个关停，工人潮水般退场，连最基本的租赁需求都消失殆尽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松江区2024年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仅204.55亿元，而支出却高达361.62亿元，财政赤字高达157亿元。地方政府根本无力为经济断臂止血，反倒需要市集输血续命。工人走了，公寓空了，物流停了，外卖少了，就连卖菜的生意都一落千丈。一环扣一环，一个人失业，带崩5个行业。过去的浦东金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房，外企云集，高楼林立。碧云国际社区更是外籍人士的聚居地，一条酒吧街热闹到凌晨3点。而现在，酒吧关了，外国人走光了，街头冷冷清清，不再有往日的喧嚣。通用、西门子、诺基亚甚至华为都在裁员减人。知情人透露，以前3000块租不下来的房子，现在2000块都没人要。即使是临近浦东新区政府世纪公园的黄金地段，也逃不过无人问津的命运。一座城市的崩塌，往往是从精英阶层的出逃开始的。总部位于英国的亨利与合作伙伴2025年报告显示，中国百万富豪预计净流出7800人，连续10年全球第一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这还只是愿意申报的部分数据，大量资产悄然转移，早已无法统计。疫情只是导火索，真正的原因是大家看透了这个体制。工厂搬去东南亚，品牌换个标签变成越南制造，结果美国马上提高关税，全球对中国的信任正在坍塌。知情人一语中的，中国当权者根本不按游戏规则。2025年6月，一条传言震惊上海郊区公务员工资吃紧，市区帮郊区。徐汇帮奉贤，长宁帮青浦，闵行帮松江，财政黑洞之大，连上海都在内部呼出求生。曾经是 GDP 第2的松江区，如今大企业迁出东南亚高达 80%， 一下子失业了6万人。上海市统计局在7月25日还发布 GDP 增长 5.1% 的亮眼数字，但事实是2025年上半年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 0.2%， 但支出却增长了 13.5%。 数字从不撒谎，这说明 GDP 的增长不过是财政透支的假象，而且这个假象只靠浦东新区等核心区域勉强维持，一旦核心区也吃紧，全市财政都将崩塌。据数据显示，仅奉贤区2025年前5个月就出现了25亿元的财政缺口，财政无力，支出失控。最令人稀罕的是，连公务员这最后的铁饭碗也开始发不出工资了。经济的问题早已不止在上海爆发，安徽、福建、浙江等地正在经历比想象中更残酷的现实。安徽一位知情人士爆料，煤炭没人用，矿工没有活干。以前中心地带的店铺都在拍卖，连电影院、小超市都关门了。福建泉州2024年 GDP 增速高达 6.5%， 却掩盖不了水头镇企业倒闭潮的事实。市场上
卖菜、卖水果的人摇头叹气，没人来了，经济垮了。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，社会信任体系也彻底崩塌。知情人指出，律师圈诈骗率高达 70%。调查记者反向勒索被调查对象，变相敲诈。法律机构黑社会化，充斥律托，层层盘剥。这个国家已经不只是经济出了问题，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溃烂正在全面上演。上海财政出问题，不仅是上海的事，而是中国整个财政系统正面临失血性崩溃。2024年，中国31个省份中，只有上海在上半年仍然实现财政盈余，其余全部亏损。根据第一财经整理官方数据，2023年上半年，中国地方财政赤字高达 5.7 万亿元，北京、深圳、广州、杭州无一幸免。而到了2025年，这个财政黑洞更是在加速扩大。上海长期以来都被要求输血全国，用盈余支持西部开发，京津冀协同发展。市区还要帮郊区，县里还得贴补乡镇。公务员涨不涨工资要看政治需要，不是经济实力。所谓的东部养西部，市区养郊区，说的好听是团结，实际就是拖累。当上海自己都捉襟见肘，这种财政摊大饼的游戏还能玩多久？数据显示，仅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高达 8.7%， 但财政收入仅增长 2.8%。支出远远跑赢收入，全靠隐性负债和地方债维持。然而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3月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隐性债务无法统计，估计再加20万亿。这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、城投平台疯狂举债搞基建，靠卖地填窟窿，而如今的也卖不出去了。2024年，全国土地出让金下降 16%，2025年第一季度再降 10.3%。财政部早就警告，警惕土地财政依赖风险，但地方根本没有退路，没钱连保工资都难。有消息称，2025年已有多个地级市的城投平台出现债务展期、违约事件。比如，广西某地市平台因无法兑付利息，已将债券违约。江苏、河北等地也在悄悄协调债务重组。一旦城投平台大面积违约，金融系统将遭到连环打击。而这场风暴的引爆点极可能就在上海。一线城市都顶不住了，中国还有多少时间？别再相信上海是特殊情况。今天的上海就是明天的北京、深圳、广州。深圳2025年 GDP 目标从 8% 下调至 5%。北京海淀区财政2024年已出现20亿赤字。广州黄埔区宣布暂停公务员涨薪计划。一线城市尚且如此，3、4线城市连自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高达1179万人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但据智联招聘数据显示，实际就业率不到 43%， 剩下的600多万人去哪了？不是慢就业，而是根本找不到工作。这一代年轻人被卷进了最惨的一轮寒冬。坐标杭州的00后应届生连续投了300份简历无果。北京一位硕士毕业女生，为了拿稳定编制，月薪接受2500元。江苏常州一位企业主发文，连工人都请不起了，今年准备关厂跑路。而当工厂不再生产，店铺不再营业，财政不再有钱时，这个社会就像失去了骨架与血液的躯壳，只剩下一副正在坍塌的结构。经济危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信任危机。一知名律师的话揭开了一个更惊悚的真相：现在连律师都在骗，记者也在敲诈，
法庭上说谎变成常态。原本代表正义的法律行业，已经堕落为商业诈骗链。律陀充斥律所，承诺办案却推来推去，最后没人真正负责。法律平台用 AI 包装案例，吸引流量，却没有任何实质服务。法院内部变成利益交换场，正义被货币标价。而新闻行业也全面沦陷，记者不再是揭黑者，而是买卖情报的中介。媒体发稿平台盛行软文洗白，谁给钱就写谁。主流媒体集体失语，只剩下自媒体在断章取义式的发疯。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有信任，只有博弈与算计。从上海财政黑洞、外资撤离、富人出逃，到地方债暴雷、就业崩塌、社会失序，这一切不是偶然。它们共同构成的是一个大国的系统性衰败模型。这不是经济周期性调整，而是结构性的能力塌缩。从制造业、消费市场到公共财政、社会信任，每一个支柱都在崩裂。每一个真实的个案都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眼泪。投资600万建房的老板一夜血本无归，靠卖菜糊口的小摊贩看着人潮越来越少，几万公务员在绩效打折、工资延迟中挣扎求存。这不是经济危机，这是社会危机，是底层对生活的绝望，是中产对未来的恐惧，是高层对局势的失控。当连上海都扛不住了，这个国家还能撑多久？